任天堂在2016年推出的迷你红白机，掀起了近年迷你经典游戏主机的风潮。但其实，至少在2000年代初期，就已经有着多款内建游戏的即插即玩式主机在市面上销售。Sega 旗下的 Sega Toys 也曾经在2004年的时候推出过 Mega Drive Play TV， 因此可以说，具备迷你 ND 概念的产品其实早就出现过了。不过，过往这些迷你游戏机的产品线相当杂乱，而且产品的水准大多只是能玩就好的程度，基本上都是以廉价玩具的定位销售，多数的玩家并看不上眼。任天堂迷你红白机所做到的，是为迷你游戏机这类产品树立了新时代的品质典范，在这个过去几乎只存在着低阶产品的市场，开拓出原厂精品的新商品位阶。常年在 Sega 授权下出品各式廉价迷你游戏机的 AtGames 艾盛公司，也终于在2017年升级了他们的产品规格，推出了 Sega Genesis Flashback Mini ND 主机，让游戏画质从 AV 端子的 480i 提升到 720p 的 HD 输出。但是比起授权产品，玩家们更加期望的当然是由 Sega 原厂自己来做这样的主机。就在2018年4月的 Sega Fest 活动中， Sega 正式宣布将在同年秋季于日本发售 Mega Drive Mini 游戏主机，玩家们的期望终于成真了。等等。消息发布的隔天，艾盛说话了 ，Sega 新发表的 Mini ND 使用的其实是艾盛的技术，这引起了很大的反弹声浪。因为艾盛从早期的主机到近期的 Genesis Flashback 主机评价都不是很理想，即使艾盛宣称将在新版的主机上使用更新更好的技术，加上有 Sega 原厂做监修，品质应该比较有保障，但玩家之间对此普遍弥漫着不乐观的气氛。几个月后 ，Sega 宣布 Mini ND 将延期至2019年，为了回应海外玩家的热烈回响，届时也将同步推出北美与欧洲版，而且为了达到能够让玩家满意的品质，将以原始 ND 开发成员为中心，重新设计硬体。软体方面，也交由具有开发时机的日本国内厂商协助开发。言下之意，隐隐透露出艾盛已遭撤换的可能。之后的消息也确认了 Mini ND 的软体是交由日本的 N2 公司负责。Mini ND 的专案领导人宫崎浩信更在一篇访谈中清楚地说白了 ，Mini ND 从内建软体、作业系统、基板、材质、控制器到线材等等，都与艾盛无关。接下来 Sega 以隔月为步调发表收录阵容，因为阵容相当精彩，每一次的发表都在老玩家之间创造了相当的话题性。大家都在等着看，在某种意义上终于回归家用硬体市场的 Sega 到底能够交出什么样的成果。说完这些漫长的前提，这则影片的主题就是 Mini ND 的介绍与解析。首先 ，Mini ND 有分日本版、欧美版、亚洲版等版本。个人所购买的是单手把的日本版及双手把的亚洲版。这两种外盒分别是仿照了初代 ND 主机前期与中期两种版本的外盒设计。主机造型上简直就像是拿缩小灯直接把原版 ND 主机缩小那样。除了插槽接口必然的差异，其他各方面的还原度，从涂装到造型都可以说是无懈可击。更厉害的是 ，Mini ND 主机上所有元件的可动性也完全比照原版 ND 主机制作。不仅电源开关和 Reset 键，就连没有功能的音量调节器都是可动的。而且这个调节器不是随便做，在上下推动时就跟真正的调节器一样，具有抗阻的手感。还有卡匣插槽的防尘盖也可以向内推开。过去曾有厂商制作了与迷你红白机比例相近的迷你卡匣模型，但在卡匣插槽盖子不能翻开的情况下，也只是白搭。Mini ND 这次把这个可动机关做出来，让玩家有机会可以进一步还原主机上插着卡匣的样貌。而且这其实也是为 Sega 自己创造了迷你卡匣模型的商机。在东京电玩展的迷你卡匣转蛋可是热销到天天完售。哦对了，这个插槽与卡匣当然无法用来存取游戏，只是纯粹好玩的装饰与附属收藏。还没完哦，原始 ND 主机侧边有个盖子，里面是连接扩充设备的扩充槽。Mini ND 也把这个扩充槽的盖子给做出来了。又没有周边能接，做这个干嘛？Sega 显然不这么想。在日本额外发售了与 Mini ND 相同比例的 Mega CD 与 32X 模型，让玩家可以用迷你的尺寸重现传说中的 Mega Drive Tower。哦，我真是爱死这种蠢事干到底的精神。总之 ，Mini ND 绝对是现有迷你复刻主机里面在造型还原度上最重本的一台。当然，造型做得好还不够，重点还是软体的表现如何。就让我们开机来看看吧。Mini ND 主选单的设计沿袭了 ND 主机外盒的风格，并融合了 logo 与主机本体的造型配色。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好看的。收录的游戏是以封面图像来呈现，
其中 Super Fantasy Zone 当初是使用 Sunsoft 特规的小型外盒发行，封面尺寸较小，这个差异有被刻意保留下来。游戏列表可以依照发售日、标题、类别等方式排序，在游戏列表按下 B 键，还能够切换成一次显示出所有收录游戏的一览模式。每款游戏都会以外盒的侧边来显示，而且除了刚刚提到的 Sunsoft 的小型外盒，暴力摩托车2用的是比较厚的 EA 特规外盒，这个厚度差异也有呈现出来。可惜我觉得每款游戏之间留下的空隙有点没必要，让它们紧密的排在一起，才更有店面陈列或者至于收藏架上的感觉嘛。当主选单被闲置超过5分钟后，就会进入自动展示，会依照目前选择的排序方式，依序播放每款游戏的展示画面。由于收录了多达42款游戏，全部游戏的展示画面完整播完一轮，要大约1个半小时，就算不拿来玩也很够看。在主选单选择游戏后，会先显示游戏的基本介绍，再按一次按键才会进入游戏。游戏的中文标题大多数沿用早期台湾玩家惯用的翻译，只有少数游戏保持英文标题。比较明显的译名差异是格斗四人组正名为怒之铁拳2，还有音速小子被音译的索尼克所取代。在设定选单里面有界面语言和画面设定的选项，以及使用须知、工作人员名单、版权标记等资讯页面。游戏说明书方面跟其他迷你主机差不多，是提供数位版说明书的网页连结。连到网页后，就可以看到各游戏原始说明书的 PDF 档。选择语言这点就非常有趣，因为这并不只是单纯切换文字。选择英语时，整个界面会变成美版的 Genesis 设计风格；选择欧陆语言时，又会变成欧洲版 ND 的设计风格。游戏的封面图像，只要是当年有发售美版或欧版的游戏，都会跟着变成美版或欧版的封面。更重要的是，这不是只有界面换个图而已哦，载入的游戏也会变成目前图像所显示的版本。例如，在日文界面下执行《梦幻之星：千年纪的终结》，游戏是日文版，但切换到英文界面下启动游戏，就会变成英文版的《梦幻之星4》。又或者像《雷神传说：光之继承者》这款游戏，甚至可以切换成日、英、法、德、西、韩6种语言。虽然缺少中文，但至少玩家可以选择自己相对比较熟悉的语言来进行游戏。而且版本切换所带来的还不只是语言差异而已，就连游戏的内容也可能会因为版本不同而有所更动。例如初代音速小子，因为日版比欧美版晚1个月上市，有着较多的开发时间，使得日版比欧美版多做了一些画面特效，像是第一关的云层，日版利用了不同的卷动速度创造远近感，美版则没有这样的效果。还有一些版本变动是出自于不同市场的文化差异，像是在日版的魂斗罗铁血兵团里，玩家一条命有3格血，在美版却把这个设计取消，而维持传统魂斗罗作品中一枪毙命的设计，游戏难度高出不少。欧洲版更将游戏设定大幅改变，角色全都变成了机器人，故事也做了一些变动。另一个经典的例子是魔法气泡，这个在日本属于国民级的益智游戏。当初推出海外版时，或许是考量日系可爱风的角色不对欧美玩家胃口，于是将人物彻底的改头换面，套入了动画《音速小子历险记》的反派角色群，成为机器狂博士的邪恶斗子机器。哇，这简直就是中了面目全非脚啊！事实上，同一款游戏在不同地区发行时，因为文化民情、法律规制等因素而出现版本差异，这种情况即使到了今日也不算罕见，更不用说是20-30年前的游戏了。总之，迷你 ND 能够同时收录不同地区版本的游戏，这点确实为这台主机增添了更多的附加价值。不过，当年其实有些游戏有特别针对台湾、香港、新马等市场发行亚洲版，部分亚版游戏有着不同于日版或欧美版的封面设计，但在迷你 ND 里选择中文界面的话，不论是游戏封面或者游戏内容，都一律采用日本版。这是还蛮符合台湾玩家视日版为正宗的游玩习惯的但没能借由这个机会重现亚洲版游戏的样貌，我自己是觉得有点可惜。在切换成不同的界面语言后，游戏的排序方式也会有些许改变，像是照发售日期排序的话，部分游戏就会因为在日本与欧美上市的先后时间不同，而有不同的排序。如果是用游戏名称来排序，日文界面下是依照50音排序，英文界面是照英文字母排序，中文界面呢是用笔画数来排序。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发现这个排序非常不合理。在英文标题的游戏之后，排第一个的中文标题游戏是《异形战士》，异这个字有11画，怎么会排这么前面呢？而接下来，俄罗斯方块的2有9画，我爱米奇的我有7画，怪物世界的怪有8画，排到最后一个的则是战斧。这不但不是依照首次笔画或者总笔画排序，
也没有照注音或拼音来排序。除了手字相同的游戏有被排在一起之外，这个排序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规则可循。不行，事出必有因，我一定要找出这个排序结果是怎么来的。在个人非专业的直觉上，如果是要我来实做一个中文字的排序程式，最快的方法是让文字们依照字元编码来排序。于是我到了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的全字库网站，查询每个游戏标题第一个字的编码，结果发现，不论是依照 CNS、Unicode 还是 Big Five 或者 EUC 编码来排序，都没有办法与 MiniND 的排序结果相对应。难道他们的排序方式其实与文字编码无关吗？我再稍微思考了一下其他的可能性，发现全字库提供的查询结果里还有个汉字国属性单位。果然，如果把游戏标题的首字对应成日本码，就会看到编码确实是由小到大排序。再这是个有点搞笑的情况，很显然的，负责这个界面的日本工程师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把本来应该照中文字码排序的中文字当作日文汉字，用了日文的 JIS 编码来排序，才会得到这个看似莫名其妙的排序结果，也搞得我主机拿到开机后还没玩到任何 ND 游戏，就先耗在这个界面上进行了好一阵子的解谜游戏。还好笔画排序本来就比较不直觉，所以我想这个瑕疵对主机的整体使用上影响应该是不严重啦。在MiniND 的收录阵容公开前 ，Sega 曾经举办过收录作品的国民投票。不过，这个投票并不是用来决定全部的收录阵容，而仅仅只是让玩家在《音速小子》、《魔法气泡》、《光明与黑暗续战篇》这3个系列作各自的1、2代作品中，挑选出其中1代来收录。这个投票所传达的讯息是，具有复数作品的系列作 MiniND 仅会择一收录。这么做必然会有遗珠之憾，但可以避免被特定几个系列作占掉大半游戏数量的情况，让游戏阵容能够较为多样化。而随着收录阵容一波一波的公开 ，Sega 也确实给出了一个漂亮的名单。首先是代表性作品的部分，依据国民投票的结果，收录了3个看板系列作中的《音速小子2》、《光明与黑暗续战篇》与《魔法气泡通》，同时还有 ND 初期的代表作《战斧》，古典硬派的《超级忍》，难度靠北大的大魔界村，精彩至极的动作射击游戏《银河快枪手》，横向卷轴打通关的顶尖之作《怒之铁拳2》，Sega 的 RPG 代表作《梦幻之星》、《千年纪的终结》等等。这些游戏固然都是经典名作，也因此在过去已经移植过非常多次，并不会很难取得。相较之下，有不少本质优秀却被当年的市场埋没，日后也鲜少移植的游戏，在奇货可居的情况下，这些游戏也就成了在二手市场有着极高价位的梦幻之作。这次 MiniND 就收录了好几款这样的作品，成为引发话题性的一大关键。首先是《恶魔城血族》，日文标题原名是 Vampire Killer， 当初在定位上是恶魔城系列的外传。玩家可以选择传统拿鞭子的主角 Johnny， 或者以长枪作为主要武器的 Eric。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本作的画面表现平平，并没有同期的《恶魔城 X 血之轮回》那么华丽。但本作打破了恶魔城系列的惯例，场景没有限定在恶魔城里面，而会经历多个欧洲国家。从第2关开始就可以看到浮动的水面倒影、摇晃的比萨斜塔、模拟 3D 旋转、光线洒落效果、视觉分割等等众多在 ND 游戏上不常见的画面特效，加上游戏本身的关卡设计也很扎实，无疑是恶魔城系列中的佳作。再来是魂斗罗铁血兵团，本作的剧情在魂斗罗系列中也是属于外传性质，只能够分到外传作品，是非主流主机的宿命。但这并不代表游戏就会比较差。实际上，魂斗罗铁血兵团有着几乎毫无人场的游戏过程，还有着4名性能不同的主角，以及路线分歧选择等等过往系列作没有的设计。在技术上，本作更是 ND 的画面特效大放送，摇晃身躯的巨大 BOSS， 为 3D 的高速追逐战。当然还有众多的多关节合成角色，是 Konami 在 ND 后期为玩家带来的又一款杰作。其实，《恶魔城血族》与《魂斗罗铁血兵团》虽然都是在 MiniND 的阵容发表时，才终于打破过去多年不曾复刻移植的记录，但他们后来也都被收录在 Konami 自家发售的经典游戏合集中。相较之下 ，MiniND 的收录阵容里，目前还保有独占性的其他几款作品是更加的珍贵。洛克人机器世界就是其中一款。这是洛克人1至3代的重制合集，关卡内容基本上与原始版本相同，画面则经过重新绘制，在保留原作风格的基础下，
增添了细节与色彩的丰富度。虽然没有新增什么很厉害的特效演出，但看起来也算是蛮舒服的。游戏系统上，本作将本来各自有细微差异的3款作品统一调整成相同的操作性和物理性。若客人操控起来有种比较重的感觉，习惯原作的玩家会需要稍微适应一下。本作除了3合1重置的超值分量，在1、2、3代都全破后，还会开启原创的新关卡威力塔，可以挑战本作独有的以《西游记》孙悟空师兄弟为原型的3名 BOSS。而且因为这游戏的原版卡匣采用了有别于多数 ND 游戏的存档方式，当年的盗版卡匣是玩不到这个特殊关卡的。现在有了迷你 ND， 终于可以用平价又合法的方式来完整体验这款游戏了。特定游戏会在二手市场变得高价，除了当初卖不好，日后才被追捧这种因素之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噪音与游戏开发商已经倒闭或者不再制作游戏，像是东亚企划这家公司的游戏就是如此。东亚企划以制作充满个性的射击游戏而闻名，但公司在90年代中期破产后，权利流向不明，导致游戏失去了再版或移植的可能性，也使得该公司的原版游戏二手价格全都水涨船高。不过这次的迷你 ND 却有收录了东亚企划的射击游戏 Slap Fight， 这是因为在近年东亚企划的产权问题已经厘清，现在由塔子进公司负责版权管理，游戏的移植不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东亚企划的作品不只有射击游戏，在海外玩家之间似乎比在日本还要知名的动作游戏《雪人兄弟》也名列迷你 ND 的收录阵容。除了上面讲到的这几款高价游戏之外，迷你 ND 还收录了像《龙之少女艾莉西亚》这种相对冷门的罕见游戏，以及《怪物世界市》、《银河舞者》等等已经不是初次移植，但在二手市场依旧保持着高价位的游戏。而且重点是，这些游戏并不是只有身价可以说嘴，游戏内容也都具备一定的水准。像是《银河舞者》就是一款超级精彩的和风科幻射击游戏。但要说到迷你 ND 游戏阵容里的最大爆点，当属《幽游白书：魔墙统一战》。这是《幽游白书》改编的格斗游戏。本作并不使用快打旋风式的典型格斗游戏系统，而采用可以在画面前后2条路径间移动的双线式战场，并且简化招式指令，强调连段与追击，系统丰富创新。最重要的是，可以4人同时对战，是一款多人混战型的乱斗游戏。作为动漫画改编游戏，本作虽然没有任何故事剧情，但角色的还原度很高，整体的完成度与可玩性超越了多数动漫画改编游戏只能卖粉丝的等级，而成为 ND 主机后期的一大代表性名作。只是影视作品的改编授权通常都有使用期限，授权过期后，很少有游戏公司会为了单纯的复刻移植再花钱去买授权，因此魔墙统一战一直以来都没有移植，原版卡匣也成为高价精品。直到迷你 ND 的出现，终于众望所归的实现了玩家们对魔墙统一战复刻的期望。不过很重要，绝对要注意的是，迷你 ND 的收录游戏在日本版、亚洲版与欧美版之间存在着差异，其中日版与亚版之间有9款游戏不同。很遗憾的，还是因为授权问题，在台湾销售的亚洲版迷你 ND 并没有收录魔墙统一战。其他从日版被替换掉的，除了快打旋风2 Dash Plus 跟蚂蚁超人之外，主要是 RPG、战略或问答类型游戏，共通点就是他们都需要不少日文阅读能力，并且没有出过英文版，因此在亚洲版被改用语言需求较小的游戏来取代。坦白说，替换后的游戏阵容是弱了一些。有趣的是，当初在日本国民投票被刷掉的初代音速小子、初代魔法气泡以及光明与黑暗续战篇2，全都在亚洲版败部复活了。同时，亚洲版还独占了异形战士。这款专为硬派 Mega Driver 打造的游戏，是许多 ND 玩家垂涎的高价片，为亚洲版迷你 ND 提升了不少价值。在高知名度的代表作与高价位的稀有作之外，迷你 ND 还收录了不少充满个性与特色的游戏，例如写实科幻的机器人动作游戏《重装机兵雷诺斯》，45度视角立体场景构造的动作冒险游戏《秘境魔堡》，生动呈现迪士尼动画世界的《米老鼠与唐老鸭》，动作丰富、画面美丽的 ARPG《光之继承者》，在美式漫画画格中冒险的动作游戏《漫画地带》等等。其中，游戏大合集超值版这个游戏相当特别，我需要花点时间说明一下它的来历。首先，在1990年的时候 ，Sega 推出了 ND 专用的网络数据机 Mega Modem， 除了少数支援网络连线对弈的游戏外，最主要的功能应用就是游戏图书馆。游戏图书馆是订阅制的游戏随选下载服务，玩家付费成为会员后，就能随时下载游戏来玩。
不过呢 ，Mega Modern 的传输速度规格只有1200 bps， 也就是0.0012 Mbps， 比光纤上网的100 M 慢了差不多10000倍。受限于网络速度与记忆体容量，游戏图书馆无法提供市售的卡匣游戏，只能够提供一些规模较小、影音表现比较阳春的专属游戏，卖相比较不足。而且每次关机后，游戏就得重新下载。加上当时人们对于网络还很陌生 ，Mega Modern 的价格偏高，且软体资源有限等因素，最后这个服务没有获得成功，仅仅维持了2年左右就结束营运。在游戏图书馆结束服务之后，如果上面的作品就此成为绝响，也十分可惜。因此 ，Sega 挑选了20款游戏图书馆上的佳作，将它们在 ND-CD 上以游戏大合集1、2集的形式贩售。为了不浪费 CD ROM 的大容量，游戏大合集不仅在游戏选择画面安排了由人气声优林元惠配音的看板角色，收录游戏的部分音乐也换成 CD 音轨，并且增加了一些画面或语音的演出。另一方面，即使游戏图书馆失败了 ，Sega 依然没有放弃下载型游戏服务的想法。于1994年，又为 ND 推出了一个新的游戏订阅制服务 Sega Channel。Sega Channel 这次不采用电话拨接网络，而是采用有线电视的技术，以同轴电缆来传输资料，不但传输速度快了许多，还不用担心电话费。同时，系统卡匣上搭载了以当时而言相当大容量的24 MB 记忆体，因此 Sega Channel 能够提供与市售卡匣相同的完整版游戏，或者内容有所增减的特别版本。Sega Channel 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营运过，初期在美国的市场反应还算不错。但相较于游戏图书馆是个走得太早的服务 ，Sega Channel 则应该算是来得太晚。毕竟在没多久之后 ，Sega Saturn 就上市了。ND 作为一个逐渐退出市场的主机，当然撑不起这种需要持续吸引新订户的服务，因此这个服务也没有维持太久的时间。事实上 ，Sega Channel 曾经在1995年中由富智公司引进台湾营运，仅次于日本和美国，是全球第3个有 Sega Channel 的国家。前阵子我刚好意外取得了 Sega Channel 当年在台湾的广告影片，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有线电玩频道，游戏自己挑，每月30种件，复合声光画面传送到你家，最新最快最划算，复制 Sega Channel 电玩族宣言。您上线了吗？我无法得知 Sega Channel 在台湾的营运状况，但肯定是不大成功。如果您当年有机会接触到台湾版的 Sega Channel， 那可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历史见证。OK， 话说回来，之所以要说这些来龙去脉，原因在于这次收录在迷你 ND 里的游戏大合集超值版，就是一款当年只在 Sega Channel 上提供的专属游戏。这是将 ND CD 版游戏大合集1、2、2集内所收录的游戏，在扣除掉8款《梦幻之星2》文字冒险系列作之后，把剩余12款游戏整合在一起收录的超值版本。只可惜再一次受限于容量，ND CD 版为各游戏新增的影音内容，在这个超值版里又多半被删除了。由于游戏大合集超值版是 Sega Channel 专属的游戏，没有发售实体卡匣，自然也不会有外盒存在，所以使用在迷你 ND 的封面图像，是为了这次的收录特别绘制的全新作品，并且是由《闪亮小妖精》《魔女审判》等游戏的制作人松下佳晴跨刀绘制。游戏大合集超值版里面收录了像 Freaky、紧张刺激切尔岛等 Sega 早期游戏名作的移植重制 ，Hyper Marbles、Part Golf 等系统单纯却不失乐趣的小品，还有像16盾、Arwog 这类荒诞不羁的怪作，以及需要谨慎思考每一步的动作解谜游戏金字塔魔法，意外有中毒性的 Roguelike 游戏使之迷宫。在游戏选择画面与 Metal City 按下 ABC 加 Start， 还能开启隐藏的撞球游戏 Kiss Shot， 使得这个游戏大合集超值版虽然只占了迷你 ND 1款游戏的数量，实质上却是为玩家增添了13款游戏可选择。除了游戏大合集超值版，这次只在日本版迷你 ND 收录的《恐龙兄弟2》特别版，也是 Sega Channel 专属的版本。特别版不仅收录了市售卡匣版游戏的完整内容，还提供了10个全新关卡。在卡匣版中，需要输入密码才能游玩的一部分隐藏地图与隐藏模式，在特别版里可以直接从选单中选择，像是用法米通前总编滨村弘一的脸制作出来的地图、对战游戏模式等等。除此之外，特别版还有再新增几个地图，内容比卡匣版丰富不少。游戏图书馆与 Sega Channel
可以说是现代数位版游戏订阅平台的雏形，也是游乐器发展历程上鲜为人知却值得注记的历史。Sega 在这次发行迷你 ND 时，选择将游戏大合集超值版与恐龙兄弟2特别版收录在其中，想必是意图借由这个机会纪念与彰显在那个时代曾有过的挑战。接下来谈谈特别收录的部分。任天堂在推出迷你超人的时候，特别收录了《星战火狐2》这款当年已经制作完成却未能上市的游戏，成为迷你超人的一大卖点。而 ND 这边呢，说到已经制作完成却取消发售的 ND 游戏，最著名的当然就是俄罗斯方块了。俄罗斯方块的版权争夺故事非常复杂，我这边只很简单的概述。俄罗斯方块最初是1984年的时候，由俄罗斯电脑工程师艾列克谢帕希特诺夫开发出来的电脑游戏。Sega 在1988年的时候，从其他公司取得授权，推出大型电玩版的俄罗斯方块，并在日本大受欢迎。Sega 也很快的趁势将这游戏移植到 ND 主机上，并将其视为能够大幅促进主机销售的杀手级大作。但是呢，俄罗斯方块的版权持有状况在当时其实是非常纷乱的。Sega 取得的也只是经由多家公司转手再转手的再次授权。就在同一个时期，任天堂也相中了俄罗斯方块，并设法向版权管理的源头苏联的外贸单位 Elog 取得了家用游戏机版俄罗斯方块的独占授权，导致 Sega 原本已经制作好的 ND 版俄罗斯方块只能取消发售，仅有少数的样品卡匣留存。事隔30年 ，Sega 推出了迷你 ND， 自然也不意外的将俄罗斯方块收录在其中，让当年俄罗斯方块无法正式登上 ND 主机的遗憾，终于有了形式上的弥补。坦白讲 ，ND 版俄罗斯方块的盗版片在台湾是一点都不少见啦。以正规管道来说，2006年在 PS2 上推出的 Sega Ages 2500系列第28集俄罗斯方块合集，就曾经收录过 ND 版的俄罗斯方块，所以这游戏好像也不是那么稀奇，对吧？实际上，迷你 ND 收录的俄罗斯方块不是当年那个未发售的 ND 版，而是 Sega 与 N2 特地为了迷你 ND 制作的全新移植版本。新移植版的俄罗斯方块依然是遵循 ND 的硬体规格制作，相较于旧有版本，新版本在影音表现与游戏速度上更加贴近原始的大型电玩版，自动展示的教学和双人模式也都完整移植了。不过，因为新移植版主要着重在重现大型电玩版的内容，旧版的原创要素，例如现实模式、道具方块、双人一起玩同一个盘面的 Double 模式，在新版都没有保留。相比于现代版的俄罗斯方块，本作玩起来不免有些单调，但这可是为早期的俄罗斯方块立下系统标准的经典版本。像是方块落地时还保有一小段可操作时间，就是 Sega 版俄罗斯方块所带来的重要设计。同时，本作也是那个年代游戏文化形象的鲜明代表。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俄罗斯方块终于能够在 ND 主机上发行的历史象征意义。不止俄罗斯方块，迷你 ND 还有另外一款新制作的特别收录作品《太空战斗机》。太空战斗机最初是 Taito 公司在1987年推出的大型电玩，采用3个萤幕拼接起来的超宽幅画面，为玩家带来非常壮阔的影音震撼。ND 上曾经移植过2代，以当时的标准来说，玩起来还不差，但毕竟是 ND 早期的游戏，受限于当时的技术和容量限制，整体还原度有着明显的缩水。如果是用现代的开发技术，搭配更大的容量，能够在 ND 上面将太空战斗机移植到什么程度呢？迷你 ND 特别收录的全新移植版太空战斗机，就是要将这个如果带到玩家的眼前。实际玩起来 ，ND 版太空战斗机确实有着很高的完成度。虽然画面显示范围从3萤幕缩减成单萤幕，但是在画面物件的呈现上，几乎都忠实还原了原作的样貌。而配合萤幕宽度的改变，游戏内的敌机速度也做了一些调整。不过，毕竟太空战斗机原作是相当早期的游戏，超硬派的难度，现代玩家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慢慢适应。太空战斗机曾经推出过 PC Engine 版，ND 版制作时也从 PC1 版援引了许多要素，包含比大型电玩版更多，总计26只的 BOSS，ND 版全数收录，并有着连续对战 BOSS 的 BOSS Rush 模式。而且 ND 版比起 PC1 版，还有着画面显示范围较大、物件较多时也不会闪烁的规格优势。在画面与游戏性之外，由准塔塔制作的音乐也是太空战斗机系列做的一大魅力。正好大型电玩版与 ND 的硬体都是使用 FN 音源，因此 ND 版的音乐在重现度上也是让人相当满意。要说本作在移植度上的缺憾，就是无法2人同时游玩。除此之外 ，ND 版太空战斗机确实有着很高的移植品质，
再次彰显了 ND 主机当年主打把大型电玩等级游戏带进家里的特色长项。不过，适合移植到 ND 主机的游戏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挑上的是太空战斗机呢？其实这背后还有些故事。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名当时46岁的资深玩家 Hidekid 决定从零开始学习 C 语言程式，他的目的只是基于兴趣，想要透过自己的程式重现年轻时喜爱的游戏。在没有做逆向工程，纯粹靠感官来解析游戏的原始手法之下，历经3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将太空战斗机移植到 ND 主机上的成果。Hidekid 这3年间的开发过程，都有在他的部落格与 Twitter 上发表记录。在游戏终于完成时，还有几家网络媒体对此进行报道。当然，也有许多人希望他能将成品档案公开发布。不过，这种未经原厂授权的私自移植，毕竟有版权疑虑。作者也说，他的目的只是自娱，所以并没有将档案公开的打算。在 Hidekid 的移植作品完成时，迷你 ND 也已经正式发表。于是，就有玩家向 Sega 喊话，希望 Sega 可以出面取得作者和 Title 双方的授权，让这个充满热情的玩家独立移植作品能够被收录到迷你 ND 之中。但对于游戏公司而言，这并不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别人帮你做好的移植完成品这么简单的好事。基于保护自家智慧财产权的立场，大多数的公司都不大能够认可这种未经授权的私自创作。而且，Title 此时正在贩售太空战斗机的官方合集，在利益上是有冲突的。甚至在某个时间点后 ，Hidekid 的部落格、Twitter 与 YouTube 里面，所有跟太空战斗机移植作业相关的内容，全都被隐藏或移除了。不仅让人猜测他是不是受到了来自版权方的施压，所幸结果并非如此。根据日本 4Gamer 网站的报道，迷你 ND 收录的太空战斗机确实是以 Hidekid 制作的版本为基础，再交由 N2 进一步调整，加上 Title 的兼修，而达到了更佳的移植效果。访谈里面也提到，计划相关的负责人员可是花费了许多心力沟通，并且动用了人脉，才终于让 Title 的版权管理部门同意授权。从一名玩家的热情出发，在坚持之下完成了移植，在经过复数游戏公司内从业人员的努力，克服了种种大人的问题，才得以让这个私家移植版本发展成为官方认可的正式作品。这是在重度利益导向的现代游戏产业里一段十分难得的佳话。关于 Mega Drive Mini 还有很多的妹妹嘎嘎可以讨论，像是画面呈现方式与原版游戏相较之下的差异、系统功能、手把相容性等等内容。但因为这则影片已经太长了，所以还没说到的部分就等到下一则影片再继续谈吧。OK， 以上就是这集的低分少年，感谢收看，下次再见。